这边有一个人造的观景台，下面有个标示写着这是一个 photo spot， 可以稍微居高一下，看一下前方的山景。其实阳光都已经起来了。这边走过去就是象上寺，中国观音11番礼所。我好像记得千光寺那边也有个中国观音，好像也是第几号的。象上寺三重塔，1432年建立的。小米芥，刚刚为了兑换硬币啊，让我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洗衣机跟烘干机，所以呢，就先在外面使用了他们的饮料贩卖机，结果也才吐出了3个100块，然后就只有4个100块，但是这个洗衣机全部加起来流程需要5个100块，所以啊，我就一直走到那个观光案内所，再过去还要再几百公尺吧，哦，蛮远的一个 Lawson 超商，是全家 ，OK， 去买2个面包，顺便当做早餐，边走边吃，然后又再换回了一个100块，然后再走20分钟回来，所以这个位置啊，其实是有一点偏离这个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的中心啊。比较远一点，而且这个晚上如果是用走路过来，其实是比较暗的。这边盛产柠檬，然后结合这个贩卖机，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购买，但是只能投刚刚好的价钱，它不找钱的。柠檬油桶。前面那个上车的老板，好像就是昨天我晚上吃的那个食堂。他来这边肉铺采买东西啊。刚泽商店卖牛肉、猪肉、鸡肉，各种。
这个是天理教在深口岛的教会，需要走这一段路进去。建筑的式样是这样子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哦，来到了更山寺。哇，这个风格好奇特啊，没有看过这种设计。门票不太便宜啊，要1400日元。净土真宗本院寺派更山寺，售票处在这。哇！进来啦，这是票。这看起来都是枫叶，这秋天应该看起来很惊人吧？这是木头做的吗？啊，上面都有一些斑驳的那种痕迹，然后整体都是这样子，好像每一处都是这样，很像人家那个木材做旧的那种感觉，呈现出一种风格。然后它连那个池塘里面它怎么可以处理成这样子？水面上好像都有一种做旧的条纹跟质感。这是故意的吗？还是它天然形成的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孝阳门，这也是精雕细琢啊。到了千佛洞入口，里面的温度只有13度，洞外呢是23度。刚刚经过一连串的图画，关于地狱啊，或者是人就是投胎的各种的状况。那现在到这边了。
出来的。这是未来新之丘，都是由意大利运过来的大理石盖出来的大型艺术品。原来这边可以看得到岛上的一些风景。这里有一家甜点店，刚刚在这间卖单车衣服的店跟老板聊了一下天，然后我在这边买了一件 Sunset Beach 的衣服，这样子。那现在要去买船票，等等2点要搭船了。刚刚在售票机买了往3元的船票，920日元，然后2点整我就上船了，蛮特别的哦。船已经要开了，一个乘客都没有。都没有人像我这样子走的吗？还是大家都是骑脚踏车过来的比较多，所以也会骑脚踏车离开这个牲口岛，因为确实很少人在这边拖行李。那我就从牲口岛搭船到3元，等一下呢再从3元再搭到广岛。好，就先这样子。来看一下那个我们这次台湾这个花莲地震，然后他就募款 ，OK， 然后募款活动呢，目前是8001亿日元。广岛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车站，还没有要先去 check in， 因为 check in 需要有一段路，打算搭电车过去。先去晃一晃吧，吃个东西，再去饭店。看一下我的广岛牡蛎烧，其实它做蛮久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酱料，有美乃滋跟一些七味粉、酱油之类的。好，这边整个大楼的6楼都是像这样子的，坐在吧台吃东西的。然后有很多广岛烧啊，或者是饺子之类的餐点。然后它这边电梯出来就有一个看板，写说每一家店铺卖的是什么样的食物。那我刚刚吃的是猫咪酱。